婉婉当真没有骗我。苍天作证，婉若若是有半句虚言，就叫我不得好死。春日宴本该是谢府一派和乐融融的景象，却因一场突如其来的闹贼事件撕开了高门大院内里的暗流涌动。故事的开端便充满了山雨欲来的紧张感。公子，出事了！一声急报让身处外间的大公子谢宪宇匆匆赶回。府中传言，此事竟与寄居府中的表姑娘徐婉若有关。然而，这贼并非寻常毛贼，而是与府中三夫人牵扯不清的袁绍。在听水轩，一场闹剧正上演。袁绍被打得狼狈不堪，愤然指责谢家待客之道，并口口声声指控是三夫人邀他前来。一时间，私通的丑闻如同投入镜湖的石子，激起千层浪。而这一切似乎都指向一个更深沉的阴谋。关键证物，一个由大夫人亲口承认、亲自刺绣并赠与三夫人的安神香囊，竟出现在袁绍身上。这枚香囊成了点燃猜忌与指控的火种。大夫人看似主持公道，实则运筹帷幄。她迅速压下此事，命令封口，其手腕之老辣，心思之深沉，令人不寒而栗。她维护的不仅是三夫人的名誉，更是整个谢府的颜面，以及她自身不容动摇的权威。然而，镜头悄然转向了看似置身事外的表姑娘徐婉若。她与丫鬟的私密对话，揭示了真相的残酷一角。我诬陷张氏私通之事，她恐怕早已了然于心。原来，听水轩的风波，竟是婉若为在谢府这龙潭虎穴中自保或谋进而布下的一局棋。她孤女寄人篱下，命运如同浮萍，大公子谢宪瑜对她既有掌控之欲，又透着几分难以言说的关注。他看似为她赶回，却又在暗中监视她的一举一动，如同鹰隼锁定猎物。他直言不讳的警告，如若有一星半点的忤逆，他就可以毁了我，道破了婉若的艰难处境。顺从或可苟安，反抗则可能万劫不复。但婉若并非全然认命，她心中燃着一簇不肯熄灭的火苗。难道这世上只有依附他才能有出路吗？我倒是不信，这出路得靠我自己拼出来。于是他将目光投向了春日宴上偶遇的寒门举子凌寒，赠与香囊，打探住处，甚至不惜装病冒险私会。凌寒成了他试图挣脱谢宪宇掌控，为自己寻觅的另一条可能的生路。这场暗中的奔走，是他于绝境中发起的微弱反击。而谢宪宇这位表面冷峻、公务繁忙的大公子，对婉若的掌控欲远超旁人想象。他敏锐察觉婉若的病有蹊跷，不惜请来太医强行诊脉，步步紧逼。最终，他更是不顾母亲关于与江家联姻的顾虑，强势的将婉若抱入自己的松鹤园，直言欲纳其为妾。这一举动不仅震惊了府内外，引来了未来正妻江雪君的嫉恨与调查，也将婉若推向了更复杂的风暴中心。谢宪瑜的态度暧昧难明，时而霸道威胁，时而又流露出奇特的关切，让人难以分辨其真心究竟是占有、是控制，还是夹杂着一丝扭曲的情意。三爷，看你夫人干的好事，竟敢私通外男！没有，不是我老爷。哼，姑娘刚刚落下香囊，我方才四处寻姑娘，却听说院里闹了贼，姑娘没事吧？我没事。林公子，这个香囊就当做你刚才为我引路的谢礼，一点心意，请林公子务必收下。这怎么好？公子这是嫌弃我的手艺不好吗？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既然姑娘发话了，那我便却之不恭了。看样子表姑娘没事，公子特地为了家中闹贼这个事赶回来，不去和表姑娘说句话吗？表哥，昨天听竹青姐姐说表哥今日有要事要忙，可是忙完了。母亲办春日宴为我相看，今日你倒是忙得很。凌寒是谁？那位林公子是来赴宴的举子，他在桃林中迷了路，我正巧经过，便为他指了路。若是表哥不喜，以后再遇到这种事情，我不搭理便是了。真的？真的。为了他？不是的，我是不想在宴会上输给其他的闺秀，我是不希望他们把表哥抢去。婉婉当真没有骗我。苍天作证，婉若若是有半句虚言，就叫我不得好死。
好，你早点休息。清水轩的事情处理干净些，别让人抓住把柄。是。姑娘，大公子有没有为难你？林寒之事暂且瞒过，但我诬陷张氏私通之事，他恐怕早已了然于心。那大公子会不会告发你？他倒不屑管后宅的阿扎事，只不过他刚才在告诉我，我的一举一动全在他的掌控之中。如若有一星半点的忤逆，他就可以毁了我。姑娘寄人篱下，还是顺着大公子比较好。顺着他？难道这世上只有依附他才能有出路？我倒是不行，这出路得靠我自己拼出来。素月，你再去查一下林寒在京的住处，我要再见他一面。好。姑娘，当真要这么做吗？谢羡宇今天去了府衙，那林寒的客栈又离谢府不远，我去就回。今日不管谁来，你都告诉他，我生病了，谁都见不了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大公子，您怎么来了？听说你们家姑娘病了，今日当值恰巧遇上陈院判，便叨扰她过来，还不让开？姑娘只是染了风寒，休息休息便好，实在不用劳烦大公子和院判大人。怎么，他连陈院判大人的面子都不给？姑娘不是这个意思，姑娘是怕过了病气给大公子。大公子，姑娘不能见风，大公子才是。表哥，你怎么过来了？你们家小姐已经病成这样，你这丫头还拦着不让诊治，若真有三长两短，你可担待得起？是我吩咐苏雨不要打扰表哥的，只是偶感风寒，又没什么大事，怎敢劳烦陈院判亲自过来？你们主仆倒是有意思，旁人要让陈院判诊治还排不上号，他都来了，你们还不让他看一下？莫不是装病吗？那就劳烦陈院判为我表妹诊脉了。谢大人，表小姐确实得了风寒，只是并不紧要，只需开一些驱寒健体的药，按时服用便可痊愈。那就劳烦陈院判了，我送陈院判。谢大人客气了。姑娘，你何时回来的？我尚未到客栈，看到谢羡宇的马车，我抄小道赶紧回来，一面浇了一罐冷水，好在是骗过了他。幸亏你是回来了，不然的话，苏月可真的拦不住。不过这一次，他应该是察觉到了什么，我们日后行事更要小心一点才行。姑娘，药好了。到了吧？这可是陈院判开的药，姑娘就这么到了。这场病，我需要病得久一点。姑娘是想借病躲着大公子，可这也不是办法，总不能一直拖下去啊。能拖几日算几日吧。他耐不住性子，就会找别的女人。我又算个什么东西呢？病了还开疮？听说你这几日都没有好转，难道是陈院判错诊了你的病？是宛若身子弱，让表哥担心了。你也知道自己身体弱，一个风寒都折腾成这个模样，也不知道你平日里是怎么照顾自己。都多大的人了，还怕苦？莫不是因为这个才没好好喝药吧？我没有。这段时间你就搬去松鹤园养病，过段时日我就和母亲禀明，正式纳你入园。我不要。你是不想去松鹤园？
还是不想嫁给我为妾？表哥，我是担心连累你的名声。别怕，不用你替我操心。放我下来，被人看见了多不好。看见了最好，我也懒得遮掩。你说是吧？现在倒是认命的很啊，怎么不挣扎了？我本来就是表哥的人，能伺候表哥是应该做的。有时候我真不知道你是不是我所看见的这样。方才还一副兔子急了要咬人的模样，现在又予取予求，毫无怨言。不过你放心，你都病成这样，难道我是禽兽不成？方才抱着你的时候，发现身上还有点烫。就算是要跟我犟，也要把身子养好再说。我在隔壁，你好好照顾自己。我跟你说，昨儿个我看见大公子半夜抱了一个女人回松鹤园啊！真的假的？你确定是大公子？真真的，昨晚可不止我看到呢，刘妈妈也看到了。那女人是谁啊？总不会是府里的丫鬟吧？兴许是外头的，这我哪知道？这不一大早，大夫人拉着大公子问话。母亲，今日府中有不少传言，说你昨晚抱着个女子回松鹤园，可有此事？是。是什么人？我给你送去的通房丫鬟，你一个也看不上。该不会把什么秦楼楚馆里的东西带进家里来了吧？母亲多虑了，他出身清白，儿子打算纳他入府。胡闹！你的婚事已与江家谈得差不多了，你想婚前纳妾，那岂不是在打江家的脸？若因此事江家不满，这婚事作罢也无妨。你说的这是什么话？儿子大理寺还有事要忙，我就不陪母亲。竹青，去查一查，是哪个狐妹子敢勾引我家谢？是。他当真说了这样的话？奴婢是从谢家的丫鬟那里打听来的，应该大查不查。我倒是要看看，谁敢抢我江雪君的人。雪君姐姐怎么带这么多好吃的给我？我都要吃胖了。秀珠妹妹喜欢就好，往后便是一家人了，我自当像你大哥哥一般待你。秀珠，你大哥哥房中可有什么人？没有啊，大哥哥不好女色，连通房都不要，你放心吧。我怎么听说他房中有个受宠的女人，还由他亲自抱回去呢？那都是瞎传的，母亲都已经责罚过传谣之人了。大哥哥最重规矩了，不会做这种事的。婉若姐姐，秀珠，江小姐，原来是表小姐，我还不曾见过。婉若只是府中远亲，见不见都一样的。听说许小姐能留在谢府，是谢宇做的主。是表兄人善，不忍我和胞弟流落街头，这才收容了我们。表兄也说了，举手之劳罢了，让我千万不要放在心上。我不过是寻个落脚的地方，这才留了下来。同住一个屋檐下，以后便是一家人。你也是个可怜人，往后有什么难处都可以与我说。谢过江小姐的好意。过2日我在太明湖设宴，还请许姑娘赏脸一起来。只是今日我身上的风寒还没有好。如今初春，白日里晒晒太阳，走一走，对身子也好，不累的。既如此，那好吧。